大家好，我是马维忠，我是 M 家的水墨策展人。今天很高兴能够主持我们 M 家的对话系列。这是我们一系列由策展人邀请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来谈谈他们在 M 家藏品中的作品和一些创作的近况。希望能透过这样的对话呢，了解艺术家如何来看待和解读我们周围的视觉世界。那我们也顺便请艺术家来分享他们最近所思所想的一个物件或一个图像，来了解他们最近的一个状况。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彭维来和我对话，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而且对话的也很多次。那我们今天呢，主题是比较跟 M 家的藏品有关，但是我想先介绍一下彭维。他是住在北京的四川人，从小就画国画，然后在大学跟研究所呢，也都是国画和美学的专业，在艺术界在艺术界发展了非常的久。那他的作品呢，是以中国的传统水墨，把他的笔墨跟精神呢，融合了当代生活状态还有观点，再加上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和展示方式。那他这样子的重新思考和组合这个水墨画呢，让水墨画和装置物件、观者还有叙事都产出一些新的关系。我觉得他的作品呢，不但萃取了这个传统的水墨气质和精神，但是也加入了非常强烈的一个水墨这个女性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现代当代艺术来看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那我想我们就不多说，那从第一件作品来谈彭维。那第一件作品呢，这是彭维在我们 M 家第一件收藏的作品，是经由希克博士的捐赠而入典藏的。这件作品呢是2009年的成作，叫做《溯源组画之一》。您看到也是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石头。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传统画里面这个太湖石这个石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非常多的古代画家也都对这个主题非常的着迷啊。但是这个彭维画的石头呢，倒是有点不同的味道，感觉上好像本来很沉重的这个石头呢，在彭维的笔下非常的轻巧空灵，而且好像这个结构也不太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请彭维替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呢？石头系列呢，其实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系列的作品。我是从2000年就开始画了，然后呢，嗯，但是其实画了大概10年，从来没有过销售，也没有人注意到。第一个注意到它的竟然是希克，他来到我工作室看到这些作品，因为有大量的石头作品。我基本上是每一年会挑选一个特殊的时间，就是天气潮湿的时候来画这个作品。他提了一个问题是，他说你的这个石头怎么样才能成为我当代收藏的一部分？嗯嗯，这对我来说其实从来不是问题。我跟他讲，我说，其实我画石头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当代或者是传统，我只在乎当下的这一笔。就是大家看到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个石头画得很轻盈，其实我画的速度非常快，我是用完全个人的方式来画石头，而不是古代的方法。可能接近2米的画幅，我从最上面一笔一直画到下面，我也就半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而且不能重复和更改。呃，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像行动绘画，就是它跟我的身体是非常发生关系的。当然，我为什么挑选石头这样的看似非常传统的一个符号吧，但是这个跟当时的语境有关，因为在2000年，其实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代的中国画家在单独的画石头，但是我看到
宋徽宗的降龙石的那张画的时候，我立刻认为那是一张当代的作品。就是它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就是一个孤立的石头在画面，非常有符号感，非常现代。所以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画，而且这个系列最特殊的方式在于我不断在重复它。我觉得就是它有点像我自己，就是从最早的一个可能看似还比较年轻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这样，它其实每年都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它们都是石头。那上面的题字跟这个石头完成的时间是一样的吗？您怎么去选这个题字？这个题字是一个玩笑，而且上面的那个题字是毫无逻辑的，是一个碑贴上的，应该是欧阳修的一个碑贴上的字。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字，我就每天都在练。所以我就把它们剪下来。就是我认为石头在我眼里，它已经没有了过去的传统的象征意义，它只变成了符号。而且书法在我眼里其实也是没有意义了，它只变成了符号，变为图示。所以我截取这两种图示放在一起，它们同样成为一个图示。我想给观众开一个玩笑，因为所有国画上的字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思的，跟这张画有关系的。我给大家开个玩笑，我让他们去看，但是他们发现可能这是毫无意义的字，这就是我平常的练习。石头说实在的，它根本上也像我平常的练习。这跟我对传统水墨的技法的一个态度有关。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水墨画，不管是工笔还是写意画，从技术上来说，它必须要保持一个写意的精神，就是它必须手跟眼睛还有心的这个关系非常贴切。写意的精神其实我是要靠石头的这个画法，就我的手上的这个写意的功夫也是要靠石头的这个画法来养成的。所以我当时跟希克说，我说画石头就像充电，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电池充电一样。因为我在做石头的时候会在做别的系列，但是当一个系列快要完结或者我的热情消退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电池已经用完了，我就会画回石头。这个其实您刚刚一直在说这个石头已经变成一个符号，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跟历史有关的这个象征意义了。但是其实从你刚才的谈话呢，可以感觉到石头其实有另外一个我不要说功能，但是石头变成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化身。因为第一个你说你一直不停的在画这块石头，不是一块，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石头的绘画，作为你个人练习，个人充电，个人归零，个人重新开始，个人重新整理的一个途径，对吧？所以等于说它已经不再是比如说在山水画里面就只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常常出现的道具啦，或者是当代艺术近来几年很多艺术家不停的在画各式各样有不同形貌不同肌理不同笔法不同样式的石头，那每个人对石头的这种回应或者是寄托可能不同，可是对你来说，照你刚才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对时间的抒发，对时间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看法。而且照你来说，这是你自己的画法，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摹骨或者是临摹这种仿古的这种态度，是吧？是，我觉得它有3个特别有意思的。第一就是，你说的非常对，时间性，我要做超过时间的东西。我觉得时间性在艺术里时间这个词在艺术里就非常有意思。我为什么不说我从来没有思考这是当代还是传统？因为我要做的是要超过所有时间，我要超越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私人性。
就是我记得我跟希克的对谈，我的题目后来我整理出来，我叫私人和传统。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跟过去所有就是包括石头这样的物件，一种私人间的关系。我能以我的方式来改变它，他以他的方式影响到我了，我就会以我的方式来改变它，这是一个私人性。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技术就相当于语言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3个东西同时在发生作用，就是我找到了要画的东西，然后又找到了我画的技术，我的语言，因为从此以后我就有一套摸骨的办法，就是这种，而且在孤立图式我用了很久，后来的鞋子、衣服，对，包括人物孤立的这种图式，我用了非常久，就是全部同时发生在这一个系列上，第一个系列上，所以我说它非常重要。我觉得正是私人性构成了当代性，在我的观点里，我喜欢的当代就是我不太在乎它的形式，它可以是录像，可以是音乐，但是我觉得私人性非常关键。你是否用自己特殊的艺术的方式，讲了你一个特殊的经历、经验，这个挺关键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我在画石头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我从来没有练及古代，但是其实我又时时在想着古代，很奇怪。就是这有点像中国人对待时间的方式，就是我们从来不提出问题，只走向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经常引用一句古话，叫我恨不见古人，但恨古人不见我。你这样子说，虽然好像你没有刻意去跟古代有直接的对话，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应该说是在这个作品的暗流里面，就是跟这个应该说是跟文化的对话，不完全是跟古人的对话吧，应该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种传承。因为很多人会说哦，我的画是继承了什么什么朝什么朝，但是你是一个比较用你那不是，但是我所有的事情，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的所有的解释，都跟我最早做这个作品没有关系，因为我做的时候完全是凭着直觉。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完全是像动物一样，我像一个猎人一样，呱唧吃到一块肉或打到一只鸟我就很开心，就这样做了，就天天去打猎，就有点像这样。直到希克来问我他收藏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讲出这些。好，那我们来谈谈我们 M 家拥有的另外一件彭维的作品。其实刚才谈到这个时间和这个图示性，我觉得在这个云水阁这件作品里面又特别的凸显了。这个云水阁呢是一幅立轴一幅卷轴可以挂在墙上的。那在画心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幅山水画。好像平常一般在山水画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有山有水有瀑布有小亭，所有的布景都在。但是呢，你如果看到这个局部的图，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下面有2个人好像在对望的这个亭子里面的另外一个人。那彭维在这个作品的题字呢，放的是很特别是这个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写给他的小情人特丽莎的情书彭维把这段话呢抄下来。那这个作品呢是他遥远的信件这一系列的作品其中一件，也就是他把许多过去艺术家啦，或者是诗人啊，写给他们私密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想念的人写的这些非常私密的信，把它这个内容呢誊抄出来放在作品里面。那这件作品在2017年我们
M Plus 的我策划的四重若轻 M 家水墨藏品展里面也有展出，也许有些朋友可以记得。那我想就请彭维就顺着这个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时间性和你刚刚所谓的私密性、私人性，就是一种当代性这个概念，也许替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件作品，好吗？这件作品我记得非常小，它卷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卷轴。对，首先呢，我就觉得这个私密性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爱读别人的信件，过去的我喜欢的作家的信件，我觉得信件很像公开的日记，然后呢，然后卷轴、册页这种绘画的形式，其实非常私密。它对，在过去是不被展览的，是朋友来了打开再能看啊。所以我觉得，当时为什么要把信件放在上面？虽然出于偶然，但是做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个概念已经非常就是确定了，就是这个信件配山水画，然后卷轴这种就是有私密感的这种观看方式，我也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在气质上是非常符合的。其实有选择信件的时候，有些是偶然，有些是因为因为我觉得信件它其实是代替了过去的提拔。对，我就把提拔的位子换成了信件，所以它的那个长度是有受限制的，它不能超过我想要的画面的长度。所以当时正好拜伦的这封信符合，但是气质上我发现他又，因为他写给一个他的情人的嘛，然后他又住在别人家的花园什么的，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跟这个画面也蛮符合的，很浪漫的一个画面。这个作品其实给人的感觉，当然就像你说的非常浪漫。其实如果没有这封信，你直接看这个作品本身里面的这个叙事，大概都可以猜出一些这种情愫啦，或者一种浪漫，就寄托于山水，或者是这种非常跟一般我们所想见的古典水墨不大一样。这个就是这样子给人的一个直觉的想法，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我其实本身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读法，但是又很难不从你的这个颜色啦，或者就是用色，还有这个布局，让人想到这个。这个你有没有一些回应的想法？有，我被人问到很多次说，呃，说你为什么就是在山水里都是有女的，而且好像女的是个主体，有一些故事。因为我画的时候，我完全是以我个人的目光来看山水画，我就觉得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山水画很少女性出现，女的在里面都是一个丫鬟。书童也都可能都不是，书童也不是女的，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完全是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在画，所以可能里面的女性就是我自己。我后来看展览的时候，我发现的。我看到很多，就是你曾经给我看过你这个系列好多件作品，然后对，把它在工作室地上摊开来，有的是卷起来的，有的有在盒子里面。其实我的阅读是，这好像是你写给别人的信件，因为就是好像一件一件物件，用这种物件的方式表达，但是里面私密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你想说的，可能不完全每一句话都是。好像因为这都是别人的字句嘛，所以好像是你借用了这些字句来表现你的当时的身心的一种状态。但是作为观者呢，你必须要一件一件的打开。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在读信的时候，我时刻读到的是我自己。就像你在看画的时候，为什么一张画能够打动你？其实是因为跟你自己有关的部分打动。对，我觉得所有的人他在读书看东西的时候，都是必须跟他发生关系。就像我们看传统也一样，就是假如这个传统没有跟你发生关系，其实它就是一个死去的过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私密性就是，我当时其实最早是想做物质的绘画，
因为我发现卷轴册页它们是一个个的物件，我很喜欢它们收起来的样子。就是它虽然是我很私人的东西，其实我里面藏了一些秘密，但是我需要你去仔细的看，而且可能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当时跟我看到周围有非常多的人在做巨大的绘画有关。是，因为我觉得我去看展览的时候，我看到的绘画都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都是非常大的画面。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说 ，OK， 那你们都大吼大叫吧，那我就说一些私密的话，我就要做小的，但是我要做复杂的小的，你们可以不断看下去的一个东西。这可能是我对当代艺术有一个意见，我会带在里面。我其实一直在默默的反对一些东西吧，可以看得出来，从女性的角度来绘画，跟把女性放在山水画里面，跟你对当代艺术的一些状态跟一些潮流的一些意义都放在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彭维为我们选择的一件物件，让他来谈谈这跟他最近所在思考的跟在创作的东西有什么关系。这个镜框呢，其实它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它是我在意大利威尼斯买的一个老镜框，你们会看到其实我本来想在里面填满一张画，因为周围的那些都是老镜框，我画了我想要画的画，我觉得它们跟镜框非常和谐的在一起。但是这个非常花哨、好看、漂亮的镜框，一直成为我的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该放什么样的画面合适，更适合它。然后由此我想到了2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是镜框跟绘画的关系，第二就是其实这些镜框，它以前是私人物品，就是私人性跟公开性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讲到这样。因为每次我看到，其实这些所有的镜框以前都是空的，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想起他们以前在别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会有这样的疑问，只有我在里面画上我的画以后，我才发现它必然变成了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在广东的巫红老师策划的女性空间展览上的时候，我就把这一组镜框都挂起来，这个镜框就是一个空镜框存在在那里。我觉得它们就是一个问号和一个未完待续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往里面再画一张画。你刚才说，所有其他的这些镜框，你都可以找出或画出你认为适合的图像。那为什么这一件就独这一件你没有办法，设想出东西来呢？其实本质上说，我觉得他们这些所有的，就是你看到的下面一堆老镜框跟画面，其实他们是一个整体。我要把这张画从这个镜框里移出的话，它就没有在这个镜框里好看。但是这个镜框没有这张画的话，它也好像就不是一个东西，就是在我眼里。所以，而且这张镜框为什么难呢？我就觉得因为我毕竟是用水墨的办法在画画，它的确是来自东方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镜框太西方了，太巴洛克了，但是我觉得我有一天有可能会找到一个办法，我不知道是什么。那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这个镜框跟你的画，还有就是在这个不只是这个形式上，就是说这个你所代表的这个镜框跟他的画所代表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融，因为你说这有历史，或者说这曾经存在别人的所有物里面，别人的私密的图像或者是绘画放在这个中间，现在变成是你要去为这个故事在续编，
一些内容，再创作出一个新的叙事的空间和观赏的空间，所以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种交流。就像你刚才一开始在讲的，就是说私密性跟这个公开性中间这个非常奇怪的矛盾，我觉得在你提供的这个图示里面非常的鲜明。那我想在总结上也顺便再提到，刚才我们谈到不管是你过去的创作这个跟石头有关的创作，跟山水有关的创作，可是其实这些都只是代表你对于这个绘画和创作的这个形式，还有你在创作的这个当下的一个状态，跟你对周围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诠释，而不只是这些就是这些所谓的传统的图像跟符号，只是你用来表达你个人想法的一个方式，也是你创造出一个一个等于说女性发言的一个发言点吧。对，我就觉得女性，因为我的确是女生我的确是女的我不能回避女性这个词，但是呢，一谈到艺术或者艺术家的时候，我会立刻觉得为什么要有女性这个词？对，因为我看艺术的时候，我从来不会看这是一个女性作品，那是一个男性作品。我又发现，同时我的确，我的所有作品带着非常强的女性特征。所以刚才提到这些种种的跟彭维的创作有关的各个观点，也许我说的这个女性空间有点太强调了，但是我觉得在作为一个策展水墨的一个角度上，我必须要提出一些女性艺术家的观点，并不是说好像女性艺术家就一定会怎么样，或是一定要说出什么，一定有反对什么。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这样子的庞大的艺术史、错综复杂的，不管是中国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艺术史里面，从女性出发的这个角度呢，是我们现在21世纪需要看到的东西。如果能够有办法把它当作重点画出来，我觉得是对于在我们博物馆展示来讲，或者是在对教育下一代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就像彭维刚刚说的，要有一种 balance 吧，就是东西不管是东方西方，或者是雄性雌性，或者是对，或者甚至在时间空间上，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能够安然处之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彭维给我们你宝贵的时间和分享你的一些想法。那我们这个对话系列呢，就到此结束。那也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观众，也谢谢彭维。希望很快的可以在我们 M+ 的不同节目当中再看到你们。谢谢，拜拜。谢谢维中，拜拜。